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重点摘要：伊朗隐瞒铀库存信息，此事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对英国选择劳斯莱斯公司为北威尔士建造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感到失望。七国集团外长提议以接触线为基础展开乌克兰和平谈判。肯尼亚公民在乌克兰为俄罗斯作战，招募网络活跃其中。新德里和伊斯兰堡发生致命爆炸事件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加剧。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部署了转基因罂粟种子，以破坏阿富汗的鸦片贸易。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的俄罗斯基础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爱泼斯坦向俄罗斯官员提供了有关唐纳德·特朗普的内幕消息。美国将4个欧洲活动组织列为恐怖组织。韩国获得美国对其铀浓缩和后处理权的支持。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和联盟宣言。据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27日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签署了关于在新的全球秩序下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俄哈两国共签署20份政府间、部门间文件和商业文件，其中石油与天然气等能源合作成为重头戏。这一举动充满地缘政治意味。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后急需稳固中亚盟友，而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最大经济体，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走钢丝。讽刺的是，哈萨克斯坦曾因金砖峰会对俄罗斯态度冷淡引发紧张，如今关系却迅速破冰。能源合作背后是俄罗斯寻求绕过制裁的新出口通道。分析人士认为，这份宣言将深刻影响中亚地缘格局。如果哈萨克斯坦过度倾向俄罗斯，可能引发与西方关系紧张，但若保持中立，又难获俄方信任，前路充满挑战。马可·卢比奥敦促停止向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提供武器。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1月13日在加拿大 G7 外长会议后呼吁国际社会切断对苏丹快速支援部队 RSF 的武器供应。他指出 ，RSF 在攻占达尔富尔重镇法希尔后，系统性的对平民实施谋杀、强奸和性暴力等恐怖行为。卢比奥表示，美国知道谁在向 RSF 提供武器，正在对相关国家施压。戏剧性的是，联合国专家报告显示，美国盟友阿联酋一直秘密向 RSF 提供武器，而阿联酋恰恰是美国主导的四方机制成员之一。卢比奥警告，我们不会让四方进程成为某些国家的挡箭牌。自10月法希尔沦陷后，大规模屠杀和性暴力报告不断涌现。卫星图像显示，当地存在万人坑。苏丹内战已持续2年多，造成至少4万人死亡，1200万人流离失所。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切断武器供应，这场人道灾难将进一步恶化。OpenAI 发布 GPT-5.1 新增人格特征，同时继续应对《纽约时报》的诉讼。据科技媒体报道， OpenAI 于11月12日发布 GPT-5.1，推出友好、专业、坦率等8种人格设置，让用户自定义 AI 语气。新模型在简单任务上速度提升2倍，复杂任务则更加深入。公司称这是为了让 AI 不仅聪明，还好相处。然而，这场升级背后是巨大的法律危机。纽约时报要求 OpenAI 交出2000万条用户对话记录，声称要寻找侵权证据。OpenAI 反击称这是史无前例的隐私侵犯，影响全球8亿用户。更讽刺的是， OpenAI 刚因 GPT-5 反响平淡遭遇批评，连盟友微软都转向竞争对手 Anthropic。 专家警告，过度情感化的 AI 可能导致用户形成不健康的依赖关系。OpenAI 数据显示，约 10% 的对话涉及情感问题，每周约56万用户显示精神健康危机迹象。如果诉讼失利， OpenAI 可能被迫销毁数据集重建模型，这将彻底颠覆公司。伊朗隐瞒铀库存信息，此事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11月12日报告，自6月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暂停与 IAEA 合作，核查人员无法进入被炸设施。
报告称，伊朗拥有约440公斤60%浓缩铀库存，理论上足以制造10枚核弹，但 IAEA 已超过2个半月无法核查这些库存的位置和状态。历史总是惊人相似。2003年伊朗秘密核设施曝光后，国际社会历经20多年努力，才在2015年达成伊核协议。但2018年特朗普退出协议后，伊朗铀库存激增22倍。今年6月 ，IAEA 20年来首次认定伊朗不遵守核义务。伊朗随即报复性宣布启动新浓缩设施，并安装先进离心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将高浓缩铀视为谈判筹码，但库存已远超讨价还价所需。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核查，西方可能启动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将中东推向更危险边缘。5. 丰田汽车将在美国电池生产领域追加100亿美元投资。据路透社报道，丰田汽车11月12日宣布，其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139亿美元电池工厂正式投产，并承诺未来5年将在美国追加投资100亿美元。这是丰田在日本以外的首座电池工厂，占地1850英亩，可创造5100个就业岗位。年产能达30吉瓦时，将为 Camry、RAV4 等混合动力车型及一款未发布的纯电动3排 SUV 提供电池，时机耐人寻味。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强调制造业回流，日本在2025年初与美国达成协议，承诺加大对美投资。丰田此举正是响应这一政治风向。更值得关注的是，丰田43%的销量来自电动化车型，但纯电动车仅占1.7%，混合动力才是主力。这与美国市场需求完美契合，消费者想要电动化，但更需要燃油发动机作为备份。分析认为，丰田压住混合动力的策略可能比激进的纯电动路线更具可持续性。如果特朗普政府削弱电动车补贴政策，丰田的混动优势将进一步凸显。6. 美国对英国选择劳斯莱斯公司为北威尔士建造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感到失望。据卫报报道，英国政府11月选择劳斯莱斯公司为北威尔士 Trosvenny 的基地建造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 SMR， 这是英国首个 SMR 项目，计划2030年代中期投运。然而，美国对这一决定表示失望，因为美国公司也参与了竞标。美国运输部长杜飞在 G7 会议期间公开表达了不满，这背后是英美核能产业的激烈博弈。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被视为核能复兴的关键技术，建造周期短、成本低，市场潜力巨大。美国西屋电器、通用电气等公司都在开发 SMR 技术，英国选择本土企业劳斯莱斯，实际上是将美国竞争对手挡在门外。讽刺的是，英美在其他领域是最紧密的盟友，但在尖端技术竞争上却毫不手软。英国能源安全大臣表示，选择劳斯莱斯是基于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优势。如果项目成功，劳斯莱斯可能在全球 SMR 市场占据领先地位，这对美国核能产业构成长期威胁。7. 天文学家发现昴星团周围存在一个庞大的恒星家族。据天文学杂志报道，天文学家通过欧洲航天局盖亚卫星的精确数据，在距离地球约440光年的昴星团，又称七姐妹星团周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恒星家族。这个家族包含数千颗恒星，分布范围超过100光年，远超此前认知的昴星团核心区域。研究显示，这些恒星与昴星团同时形成于约1亿年前，但后来因引力相互作用而被抛向更远的空间。这一发现改写了我们对星团演化的理解。此前认为星团是相对紧凑的结构，但新研究表明，星团在诞生初期会剧烈膨胀，大量恒星被甩出核心区，形成一个松散的晕结构。这些被抛出的恒星就像家族成员散落天涯，却保留着共同的运动轨迹和化学组成，成为追溯星团历史的活化石。天文学家认为，这一现象可能普遍存在于银河系的年轻星团中。太阳本身可能也诞生于类似的星团，其兄弟姐妹如今散布在银河系各处。未来望远镜技术突破后，或许能找到太阳失散已久的亲戚。8. 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威胁到 1.5 摄氏度的升温幅度限制。
据义务报报道，全球碳计划 Global Carbon Project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达到373亿吨，接近2024年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报告警告，按照当前排放速度，人类将在约6年内耗尽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碳预算，使巴黎协定核心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历史总是充满讽刺。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各国信誓旦旦承诺减排，但10年后全球排放不降反增。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煤炭消费激增，抵消了欧美国家的减排努力。更荒诞的是，石油公司一边承诺绿色转型，一边创纪录的投资新的化石燃料项目。2024年全球化石燃料补贴达到7万亿美元，是可再生能源投资的5倍。科学家警告，突破1.5摄氏度临界点将触发不可逆的气候灾难，格陵兰冰盖融化，亚马逊雨林崩溃，珊瑚礁大规模死亡。如果各国继续口是心非，人类将为短期经济利益付出灾难性代价。9.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原住民签署历史性条约。据荷兰 NOS 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11月与原住民代表签署了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个原住民条约。条约承认原住民对土地的传统所有权，建立独立的原住民自治机构，并承诺在资源开发、教育、医疗等领域给予原住民更大自主权。虽然条约未涉及具体赔偿金额，但为未来谈判奠定了框架。这是一场迟到了237年的道歉。自1788年英国殖民者登陆澳大利亚以来，原住民遭受了种族灭绝式的屠杀、强制迁移和文化毁灭。直到1967年，原住民才被正式算入人口普查。此前，他们在法律上被归类为动物。2008年，时任总理陆克文向原住民正式道歉，但缺乏实质性补偿一直是历史伤痛。维多利亚州的突破为澳大利亚其他州树立了榜样。然而，联邦层面的进展依然缓慢。2023年原住民入宪公投以压倒性失败告终，显示白人主流社会对历史正义的抗拒。如果其他州不跟进，维多利亚州的努力可能沦为象征性姿态。10. 七国集团外长提议以接触线为基础展开乌克兰和平谈判。据时代周刊报道，七国集团 G7 外长11月13日在加拿大尼亚加拉会议后发表声明，首次提出以当前接触线为基础展开乌克兰和平谈判。这意味着接受俄罗斯对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地区的实际控制，与此前坚持的恢复1991年边界立场截然相反。声明称，长期战争消耗巨大，国际社会需要务实解决方案，这是西方对乌克兰政策的重大转向。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时，美国和欧洲各国承诺支持乌克兰直到胜利，如今却暗示接受俄罗斯既得利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称这是向侵略者投降。讽刺的是 ，G7 提议正值俄罗斯在东部战线取得进展之际，这无疑是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变相奖励。乌克兰面临残酷选择，要么接受领土损失换取和平，要么继续战斗却可能失去西方支持。如果这一提议成真，将开创危险先例，大国可以通过武力改变边界而不受惩罚。这将动摇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根基。11. 肯尼亚公民在乌克兰为俄罗斯作战，招募网络活跃其中。据乌克兰观察者报道，数十名肯尼亚公民在乌克兰战场为俄罗斯作战，他们通过社交媒体上的招募网络被吸引，承诺提供高薪、俄罗斯公民身份和教育机会。许多人在抵达俄罗斯后才发现真相，被强制送往前线，拒绝者面临监禁威胁。肯尼亚政府已介入调查，要求俄罗斯遣返本国公民，这是现代版的雇佣兵陷阱。贫困的非洲年轻人梦想通过海外工作改变命运，却被骗上战场充当炮灰。类似案例在印度、尼泊尔、古巴也有发生。俄罗斯利用第三国招募渠道规避国际法。更讽刺的是，这些非洲士兵为一场与他们毫无关系的欧洲战争流血，而他们的家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联合国已将此类招募定性为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如果国际社会不切断这些招募网络，更多绝望的年轻人将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12. 新德里和伊斯兰堡发生致命爆炸事件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加剧。据爱尔兰时报报道，印度新德里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堡11月上旬先后发生致命爆炸，造成数十人死亡。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策划袭击，印度指控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支持的恐怖组织所为，巴基斯坦则称印度在煽动宗教极端主义。两国军队在克什米尔实控线附近交火，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印巴对抗是南亚永不熄灭的火药桶。自1947年分治以来，两国已打了3场战争，都围绕克什米尔主权。2019年，双方曾濒临核战争边缘，最终在国际斡旋下降温。如今爆炸事件再次点燃仇恨，社交媒体上民族主义情绪沸腾，双方政客都把强硬姿态作为政治筹码。作为拥有核武器的邻国，印巴冲突的任何失控都可能引发灾难。国际社会呼吁双方克制，但历史教训显示，除非解决克什米尔争端这一根源，南亚和平只是暂时的幻觉。13. 由于威权主义的镇压和审查，全球互联网自由连续第15年下降。据自由之家报告，2025年全球互联网自由连续第15年下降。报告覆盖72个国家，发现47个国家的网络自由状况恶化，其中中国、缅甸、伊朗被评为最不自由国家。威权政府通过关闭网络、屏蔽 VPN、逮捕异议博主等手段压制言论。更令人担忧的是，人工智能监控技术使审查更精准高效，政府可实时追踪和删除敏感内容。历史总在重演。1990年代互联网刚诞生时，人们欢呼它是自由的最后堡垒，不可能被审查和控制。30年后，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互联网成了史上最强大的监控工具。中国的防火长城、俄罗斯的主权互联网法案、伊朗的全网断网，这些技术被威权政府玩得炉火纯青。更可怕的是，民主国家也在效仿，以打击虚假信息之名收紧网络言论。报告警告，如果趋势不逆转，未来互联网将分裂成互不相通的国家内网，信息自由流动的时代将一去不返。谁控制了网络，谁就控制了真相。14. 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部署了转基因罂粟种子，以破坏阿富汗的鸦片贸易。据澳大利亚今日报报道，解密文件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10到2015年间秘密在阿富汗部署了转基因罂粟种子。这些种子生产的鸦片碱含量极低，无法制成高质量海洛因。计划目标是从源头瓦解塔利班的毒品财源，因为鸦片贸易占塔利班收入的 40%。然而项目最终失败，转基因种子未能大规模扩散，反而引发阿富汗农民的强烈抵制。这是一场生物战士的禁毒实验。CIA 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无法军事消灭塔利班，就切断其经济命脉。但计划忽略了关键问题，阿富汗农民种植罂粟是因为贫困，没有其他作物能带来相当收入。转基因罂粟让他们血本无归，却没提供替代生计。结果是把农民进一步推向塔利班怀抱。讽刺的是，美国在阿富汗20年投入数千亿美元反恐，阿富汗鸦片产量反而增长了4倍。生物技术专家警告，这类转基因作物一旦扩散到其他国家，可能产生难以预测的生态后果。CIA 的生物战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开创了危险先例。15. 乌克兰部署人工智能无人机系统用于防空。据捷克新闻报报道，乌克兰军方11月开始部署 AI 驱动的无人机防空系统，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自主识别和拦截俄罗斯导弹、无人机。系统可在 0.5 秒内完成目标识别和决策，比人工操作快10倍，拦截成功率达 85%。乌克兰国防部称 ，AI 系统已击落数十架俄罗斯见证者无人机，成为改变战场态势的关键技术。这标志着战争进入 AI 自主武器时代。此前军用 AI 只是辅助工具，最终决策权在人类手中。乌克兰的新系统首次让机器自主决定开火，跨越了伦理红线，这是必然趋势。当导弹以数倍音速飞来，人类反应速度已成为最大瓶颈，只有 AI 能填补这个空白。俄罗斯也在开发类似系统 ，AI 军备竞赛已全面展开。国际红十字会警告，自主武器可能误判目标，导致平民伤亡。
更可怕的是，一旦 AI 武器普及，恐怖组织也能获得这种技术，未来战争可能变成算法之间的博弈，人类将彻底失去控制权。16. 巴基斯坦议会授予总统和陆军参谋长终身豁免权。据数字日报报道，巴基斯坦议会11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授予现任总统阿西夫·扎尔达里和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终身刑事和民事豁免权，免受任何法律诉讼。反对派议员愤怒抵制，称这是向军事独裁迈进的一步。该法案以微弱多数通过，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数千人走上街头要求撤销法案。这是巴基斯坦政治的真实写照，表面上是民主国家，实际上军方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巴基斯坦建国77年来，军方直接统治了33年，即便在民主时期，军方也通过幕后操控掌握实权。现任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去年推翻了民选总理伊姆兰汗，扶持现任总统扎尔达里上台，如今授予自己豁免权，是将权力固化的最后一步。巴基斯坦历史上多位前总统和总理因腐败被判刑，但军方将领从未受到法律追究。这次豁免权将彻底摧毁司法独立。国际观察家认为，巴基斯坦正滑向军事威权体制，民主只剩下空壳。17. 迪士尼加探索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供用户创作和观看。据科技媒体 The Verge 报道，迪士尼宣布将在迪士尼加平台测试 AI 视频生成功能，允许订阅用户输入文本提示词 ，AI 自动生成3到5分钟的动画短片。用户可选择漫威、星球大战等 IP 风格，甚至将自己的面孔合成到角色中。迪士尼称这是民主化内容创作，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导演。功能预计2026年初向 Premium 用户开放，这是流媒体行业的颠覆性转变。传统上，用户只是内容消费者，如今却能成为创作者。迪士尼的 AI 模型基于其庞大的影视素材库训练，可生成高度逼真的角色和场景，但这也引发争议。编剧和动画师工会强烈反对，称 AI 将抢走他们的饭碗。2023年好莱坞大罢工的核心诉求就是限制 AI 使用，如今迪士尼的举动无疑是火上浇油。更深层的问题是版权，当用户用 AI 生成漫威英雄的视频，谁拥有版权？用户还是迪士尼？如果 AI 生成内容泛滥，原创作品的价值将大幅贬值，未来可能出现人人都是导演，但没人愿意为内容付费的荒诞局面。18.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的俄罗斯基础设施发动导弹袭击。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乌克兰军方11月13日使用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和美国 ATACMS 导弹，对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和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俄军基地发动大规模袭击，至少摧毁3座弹药库、2个指挥中心和1座雷达站。俄罗斯称袭击造成12名平民死亡，威胁进行不对称报复，这是乌克兰反攻战略的重大升级。此前西方武器禁止打击俄罗斯本土，如今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被俄吞并，在俄罗斯看来就是本土。乌克兰的袭击等同于宣告，西方红线已被打破。更值得关注的是扎波罗热核电站，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目前被俄军占领。乌克兰在其附近发动袭击，引发核泄漏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发出严厉警告，俄罗斯面临艰难选择，若不强力报复，将显示软弱；若过度反应，可能引发北约直接介入。普京此前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如果乌克兰继续深入打击，核战争的幽灵将再次浮现。19. 谷歌、亚马逊和 OpenAI 竞相将人工智能融入在线购物领域。据 CNN 报道，谷歌、亚马逊和 OpenAI 正激烈竞争，将生成式 AI 整合到电商平台。谷歌推出 Shopping AI， 可根据对话理解需求并推荐产品。亚马逊的 Rufus 助手能比较商品、阅读评论、回答问题。OpenAI 则与 Shopify 合作，让 ChatGPT 直接完成购物。分析师预测，到2027年，50%的在线购物将通过 AI 对话完成，彻底改变搜索和购物方式。这是电商战争的新战场。传统购物需要用户输入关键词、筛选结果、比较价格。AI 将这些步骤压缩为一次对话。
但这也意味着 AI 将决定用户看到什么、购买什么。谁控制了 AI， 谁就控制了消费者钱包。更隐蔽的是 ，AI 可能被训练成推销员，优先推荐利润更高或支付广告费的商品。消费者将在不知不觉中被操纵。隐私倡导者警告 ，AI 购物需要收集大量个人数据，购买历史、偏好、预算，甚至情绪状态。这些数据一旦泄露或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便利性与隐私的权衡将成为 AI 时代的核心冲突。20，科学家通过重新编程免疫系统来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据 CTV 新闻报道，加拿大和美国研究人员取得突破，通过免疫重编程技术成功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疾病。技术原理是提取患者自身免疫细胞，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使其不再攻击自身组织，然后回输体内。临床试验显示，85%的患者病情显著改善，部分患者甚至完全缓解。研究发表于《自然》医学期刊，这是免疫学的革命性进展。自身免疫疾病困扰全球4亿患者，此前只能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控制，副作用严重且无法根治。新技术则从根源上修正免疫系统的错误程序，有望一劳永逸。这一突破借鉴了 CAR-T 疗法原本用于治疗癌症的技术，如今被反向应用到自身免疫疾病，展现了基因治疗的巨大潜力。然而，技术成本高昂，单次治疗超过50万美元，目前只有富裕国家的患者能负担，而且长期安全性尚未验证，过度抑制免疫可能增加感染和癌症风险。科学家需要在治愈疾病和保持免疫功能之间找到微妙平衡。21，欧盟议会削弱了企业问责法。据瑞士 SRF 报道，欧盟议会11月通过了修订后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大幅削弱了原有的企业问责条款。新法案将受监管企业从原计划的3万家减少到5000家，仅针对员工超过1000人且年营收超过5亿欧元的巨头。同时删除了民事赔偿责任条款，意味着企业供应链上发生的人权侵犯或环境破坏，受害者将难以起诉索赔。这是企业游说的胜利。原法案旨在让欧洲跨国公司为其全球供应链负责，无论是亚洲血汗工厂、非洲铜工矿场，还是拉美雨林砍伐。但商业游说团体施压称法案过度监管，威胁将工厂搬离欧洲。最终议会妥协，法案被阉割的只剩象征意义。环保和人权组织痛批这是对企业贪婪的投降。更讽刺的是，欧盟一边标榜价值观外交，要求中国、印度改善劳工权益，一边却放任自家企业在这些国家剥削工人。如果发达国家都不愿承担责任，全球供应链透明化将永远只是空话。22，梅尔茨敦促泽连斯基让乌克兰男性留在家里作战。据 Politico 报道，德国反对党领袖、基民盟主席梅尔茨11月13日在欧洲议会演讲时敦促泽连斯基，要求逃往欧洲的乌克兰军龄男性返回祖国参战。梅尔茨称，欧洲已接纳600万乌克兰难民，提供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数十万乌克兰男性却在欧洲享受安全，这不公平也不可持续。他呼吁欧盟各国停止向军龄男性发放长期居留，迫使他们回国履行兵役义务。这番言论引发轩然大波。乌克兰政府支持梅尔茨立场，早已禁止18到60岁男性出境，但数十万人通过走私渠道逃往欧洲。他们辩称政府腐败、指挥无能，让他们去前线送死不值得。人权组织则批评梅尔茨强迫他人为战争牺牲，违反国际难民法。更深层的问题是，西方援助的道德账本欧洲付钱，乌克兰出人血，这种交易公平吗？分析认为，梅尔茨的强硬表态旨在争取德国选民支持，但如果真的驱逐乌克兰男性，可能引发人道主义危机。战争让所有人面对残酷选择，逃生还是战斗，没有人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地评判。23，爱泼斯坦向俄罗斯官员提供了有关唐纳德·特朗普的内幕消息。据比利时晨报报道 ，FBI 解密文件显示，已故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曾向俄罗斯情报官员提供关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内幕信息，包括竞选策略、
关键顾问名单和特朗普个人私密细节。爱泼斯坦与特朗普在1990年代关系密切，经常参加同一场派对。文件未说明爱泼斯坦是否从中获利或有其他动机，这为通俄门增添了新的离奇情节。爱泼斯坦因性交易丑闻2019年在监狱中自杀，官方结论是上吊，但诸多疑点引发被自杀阴谋论。如今文件显示他还涉足国际间谍活动，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爱泼斯坦的人际网络覆盖政商名流，包括英国王子安德鲁、比尔·克林顿、比尔·盖茨。他掌握的黑料足以让无数权贵坐立不安。FBI 为何在爱泼斯坦死后6年才解密这些信息？时机选在特朗普再次竞选总统期间，不禁让人怀疑背后的政治动机。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大白。爱泼斯坦带着太多秘密进了坟墓。24 Notebook LM 引入了深度研究工具，并扩展了文件支持。据 TechCrunch 报道，谷歌旗下 AI 工具 Notebook LM 11月推出重大更新，新增深度研究功能，可自动分析用户上传的数百份文档，生成综合性研究报告和主题地图，同时扩展文件支持格式，现可处理 PDF、Word、PPT、音频、视频等50多种格式，甚至能从 YouTube 视频中提取内容并生成笔记。谷歌称这是研究助手的未来形态。这是 AI 笔记工具的军备竞赛。Notebook LM 最初只是一个简单的 AI 笔记应用，如今却进化成强大的研究工具，直接挑战 Notion AI、Evernote 等竞争对手。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整合能力。AI 不仅理解单个文档，还能发现不同资料之间的联系，这是人类研究者需要数周才能完成的工作。学术界已有学生用它撰写论文，引发学术诚信争议。但 AI 研究也有致命缺陷，它缺乏批判性思维，无法判断资料的可靠性，可能将虚假信息也综合进报告。更危险的是，过度依赖 AI 可能让人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便捷与思考退化的矛盾是 AI 时代的深层焦虑。25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在公告牌和 Spotify 排行榜上占据榜首。据卫报报道 ，AI 生成的歌曲首次登上 Billboard Hot 100榜单榜首。一名 Synth、Honic 的 AI 音乐项目发布的单曲 Digital Dreams 在 Spotify 获得2亿播放量。这首歌从旋律、歌词到人声全部由 AI 生成，制作时间仅3小时，成本不到$100。音乐行业震动，唱片公司和音乐人抗议，称 AI 音乐是对艺术的亵渎，要求平台下架。这标志着音乐产业的地震。传统上，一首热门歌曲需要词曲作者、制作人、歌手、录音师等10几人协作，成本数万至数十万美元。AI 将这一切压缩到几小时和几百美元，彻底颠覆了产业经济模型。更讽刺的是，很多听众根本听不出是 AI 作品。在盲测中 ，AI 歌曲的受欢迎程度与人类创作相当，音乐人面临生存危机。如果 AI 能批量生产悦耳的歌曲，谁还愿意花大价钱签约真人歌手 ？Spotify、Apple Music 等平台已充斥数十万首 AI 歌曲，稀释了真人音乐的曝光度。格莱美奖宣布拒绝 AI 作品参评，但这只是饮鸩止渴，无法阻挡技术洪流。音乐将成为首个被 AI 完全攻陷的艺术领域。26随着 OpenAI 等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遭受巨额损失，大型科技公司的利润却在增长。据 LiveMint 报道，2025年第3季度财报显示，微软、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 AI 业务营收激增，合计利润超过500亿美元。与此同时 ，OpenAI、Anthropic 等 AI 初创公司却持续亏损。OpenAI 今年预计亏损50亿美元 ，Anthropic 亏损30亿，差距源于商业模式。巨头将 AI 整合到现有产品，边际成本低，初创公司则需要巨额投入训练模型，收入却有限，这是 AI 泡沫破裂的前兆。2023年 ChatGPT 爆火后，风投疯狂涌入 AI 初创公司，估值动辄数百亿美元，但2年后，残酷现实浮现。训练大模型烧钱如流水，单次训练成本超过1亿美元，而订阅收入远不足以覆盖。OpenAI 虽有8亿用户，但大部分使用免费版，
付费用户仅占 5%， 每个用户让 OpenAI 净亏$20，大型科技公司则坐享其成。微软投资 OpenAI $130亿，却通过 Azure 云服务赚回更多。谷歌用自家 AI 为搜索和广告增值，亚马逊将 AI 整合到电商和 AWS， 初创公司成了巨头的研发外包，创新成果最终被巨头收割。如果融资枯竭，大批 AI 初创公司将破产或被并购， AI 产业将进一步垄断化。27，世界卫生组织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以应对疑似病毒性出血热疫情。据明尼苏达大学 CGAP 报道，世卫组织11月向埃塞俄比亚南部奥罗米亚州派遣专家组，应对疑似病毒性出血热疫情。自10月以来，当地已报告超过200例类似症状病例，包括高烧、呕吐、内出血，至少40人死亡，病死率达 20%。初步检测排除了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但致病原因仍未确认。世卫组织已运送隔离设备、检测试剂和治疗药物。病毒性出血热是人类最恐惧的疾病之一。埃博拉2014年在西非爆发，造成1.1万人死亡。马尔堡病毒病死率高达 88%， 目前无特效药。埃塞俄比亚疫情的神秘之处在于，既不是已知病毒，症状却极为相似，不排除是新型病原体。更令人担忧的是，疫区靠近肯尼亚和南苏丹边境，人员流动频繁，若疫情扩散，可能引发区域性危机。历史教训显示，非洲疫情常因医疗资源匮乏而失控。2014年埃博拉初期，当地医院连隔离病房都没有，导致快速传播。国际社会必须吸取教训，在疫情早期阶段大力援助，否则将为拖延付出惨痛代价。28，一部新的纪录片探讨了希特勒的 DNA 以及有关他体貌特征的传闻。据卫报报道，英国历史学家制作的纪录片《希特勒的血统》在 Channel 4播出，通过追踪希特勒存活亲属的 DNA 样本，试图验证关于其犹太血统、单高症等传闻。研究团队找到了希特勒侄孙的后代 ，DNA 分析显示希特勒 Y 染色体单倍群为 E1b1b， 这一类型在北非和中东犹太人中常见，但专家警告，单凭此无法断定希特勒有犹太血统，因为该基因型也存在于其他族群。这部纪录片重新点燃了老话题，希特勒是否有犹太血统？如果属实，将是历史最大的讽刺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纳粹元首，自己竟可能是犹太后裔。这一传闻源于希特勒父亲的身世之谜，其祖母曾在犹太富商家中做女佣，有传言称希特勒父亲是这位犹太富商的私生子，但历史学家认为证据不足，更可能是战后盟军用来羞辱希特勒的宣传。纪录片也探讨了单高症传闻，苏联尸检报告称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但英国军医档案显示，一战中受伤的希特勒身体完整。真相已随历史烟消云散，这些传闻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说是人们试图用生理缺陷解释其变态心理的努力。29，美国国防部长发起南方之矛行动，打击西半球的毒品恐怖分子。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11月宣布启动南方之矛行动，联合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军队，打击贩毒集团。行动重点针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残余势力、墨西哥西纳罗亚卡特尔等武装组织。美军将提供情报、无人机侦察和特种部队支援，但不直接参与地面作战。五角大楼称，南美毒品每年流入美国，造成10万人死于芬太尼过量，必须从源头切断。这是美国毒品战争的新篇章。自1970年代尼克松发起禁毒运动以来，美国在拉美投入数千亿美元，扶植政府军，培训缉毒部队，空中喷洒除草剂摧毁古柯种植园，但毒品问题不减反增。原因很简单，只要美国存在巨大毒品需求，拉美就有人愿意冒险供应。军事打击只能消灭个别毒枭，无法撼动产业链。更讽刺的是，美国武器通过非法渠道流入拉美，装备了贩毒集团，现在又派军队去打这些用美国枪的毒贩。如果不从减少国内毒品需求入手，禁毒战永远只是西西弗斯式的徒劳。
30，科学家警告称，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崩溃可能引发冰河时代。据印尼 Detik 报道，国际海洋学团队在《自然》气候变化发表研究警告，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EMIC 可能在2050年前崩溃，引发北半球气温骤降，欧洲进入小冰河期。EMIC 是全球最重要的洋流系统，将热带暖水输送到北大西洋，维持欧洲温和气候。气候变化导致格陵兰冰盖融化，大量淡水涌入海洋，降低海水盐度和密度，削弱了 EMIC 的驱动力。最新数据显示 ，EMIC 强度已降至1000年来最低点，这是气候变化最可怕的临界点之一。如果 EMIC 崩溃，英国、北欧将面临类似加拿大拉布拉多的严寒，冬季气温可能下降10到15度，农业将遭受毁灭性打击。更诡异的是，全球变暖尽可能导致局部地区变冷，这是气候系统复杂性的惊人体现。地质记录显示，上一次 EMIC 崩溃发生在1.3万年前，引发了持续1300年的新仙女木期，北半球再次陷入冰川时代。科学家呼吁紧急减排，但留给人类的时间可能只有20年。一旦 EMIC 越过临界点，崩溃将不可逆转，人类将面临冰与火的双重灾难。热带持续升温，极地却进入寒冬。31，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对阿拉斯加石油储备的保护。据温尼伯自由新闻报报道，特朗普政府11月宣布撤销阿拉斯加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ANR 1970年代以来的开发禁令，开放190万英亩土地用于石油勘探。能源部预计该地区蕴藏110亿桶原油，可满足美国10年需求。特朗普称这是能源独立关键一步，但环保组织痛批决定将摧毁北极熊、驯鹿等濒危物种栖息地，并加速气候变化。这是美国环保政策的又一次大倒退。安纳尔是全球最后的原始荒野之一，面积相当于南卡罗来纳州，生活着20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包括仅存2万头的波库派驯鹿。拜登政府曾恢复保护，特朗普上台立刻推翻，显示美国气候政策随政党轮替剧烈摇摆。石油公司欢欣鼓舞，已准备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发，但经济账可能不划算。北极钻探成本极高，每桶石油开采成本超过80美元，远高于中东的20美元，加上极端气候和环保诉讼风险，实际收益存疑。更深层的问题是，当全球都在向清洁能源转型，美国却逆流而动，执着于化石燃料。这种短视将让美国在未来能源革命中失去先机。32，美国提议向加沙派遣联合国稳定部队，此举遭到国际社会反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11月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战后向加沙派遣1万人规模的联合国稳定部队，负责维持秩序、监督重建和防止哈马斯卷土重来。提议遭到多国反对。俄罗斯和中国称这是为以色列长期占领加沙铺路，阿拉伯国家则担心联合国部队成为以色列代理人。巴勒斯坦更是明确拒绝，称除非以色列撤军并承认巴勒斯坦国，否则任何国际部署都是变相占领。这个提议充满陷阱，表面上是维和，实际上是用国际力量巩固以色列战争成果。加沙战争已造成超过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240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几乎全毁。以色列声称要彻底消灭哈马斯，但从不提之后怎么办。美国提议填补了这个空白，却回避了根本问题。以色列占领、封锁加沙17年，才是哈马斯存在的根源。历史上，联合国维和部队在中东屡屡失败，黎巴嫩的 UNIFIL 部队驻扎40多年，却无法阻止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如果加沙维和部队不能保障巴勒斯坦人基本权利，只会成为下一次暴力循环的见证者而非终结者。33，美国将4个欧洲活动组织列为恐怖组织。据荷兰 NRC 报道，美国国务院11月将4个欧洲社会活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包括德国最后一代气候行动组织、法国黑色集团无政府主义团体、荷兰动物权利组织 ERA 和瑞典环保激进组织 Climax。美方指控这些组织使用暴力手段破坏基础设施、袭击企业、威胁公共安全。被列名单的组织成员将被禁止入境美国，资产被冻结，
与其合作的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这是气候和社会运动的寒蝉效应。最后一代成员因在公路上斩首抗议被捕，却被冠以恐怖分子标签，与基地组织和意思并列，令人震惊。欧洲政府反应分裂，德国、法国对美国决定表示关切，但未明确反对。荷兰、瑞典则批评美国干涉欧洲内政。人权组织警告，将合法抗议定性为恐怖主义，开启了压制意见的危险先例。讽刺的是，这些组织虽然手段激进，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与真正的恐怖主义相去甚远。美国真正的目的可能是打击反企业、反资本主义运动。一旦恐怖主义标签被滥用，任何挑战既得利益的行动都可能被污名化。民主社会的抗议空间正在急剧收缩。34，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成功发射2枚火星探测器。据 SPAC1.com 报道，杰夫·贝佐斯的蓝色起源公司11月13日成功发射新格伦重型火箭，将 NASA 的2枚火星探测器送入轨道。这是新格伦首次商业发射，也是蓝色起源在太空产业的重大突破。火箭高98米，可将45吨载荷送入近地轨道，性能接近 SpaceX 的猎鹰重型。更令人瞩目的是，火箭第1级成功回收，降落在大西洋海上平台，证明可重复使用技术已成熟。这标志着太空商业竞赛进入新阶段。过去10年 ，SpaceX 一家独大，垄断了 NASA 和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如今蓝色起源崛起，打破垄断，发射价格可能进一步下降。2枚火星探测器分别由 NASA 和欧空局设计，将研究火星地下水和大气演化，为人类登陆火星铺路。有趣的是，贝佐斯和马斯克的太空竞争，实际上加速了人类太空梦想的实现。然而，太空商业化也引发担忧。地球轨道已塞满数万颗卫星和太空垃圾，碰撞风险日增。如果火箭发射继续指数级增长，太空可能成为下一个被人类污染的领域。在征服宇宙前，人类需要学会负责任地使用太空。35，韩国获得美国对其铀浓缩和后处理权的支持。据韩民族日报报道，美国11月同意修订韩美原子能协定，允许韩国在本土进行小规模铀浓缩和乏燃料后处理，用于研究和医疗同位素生产。这是韩国争取核燃料循环自主权的重大胜利。此前协定禁止韩国任何浓缩和后处理活动，所有核燃料必须从美国购买，乏燃料也必须运回美国处理。新协定虽设定严格监督条件，但为韩国核技术发展打开了空间。这是东北亚核平衡的微妙变化。韩国长期抱怨美国双标，允许日本拥有先进核燃料循环能力。日本已积累47吨武器级部，却对韩国严防死守。首尔认为这是对韩国核能力的不信任，也削弱了韩国与朝鲜谈判的筹码。如今突破意味着美国对东亚盟友的核政策正在调整，可能与中朝核威胁加剧有关，但此举也引发扩散担忧。韩国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但历史上曾秘密发展核武，1970年代被美国强制终止。如今获得浓缩能力，理论上距离核武器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朝鲜半岛局势恶化，韩国可能重启核武计划，届时东北亚将陷入更危险的核军备竞赛。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